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是一期关于稀土材料的特别节目。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大背景下，市场近期掀起了一波稀土热。与稀土材料相关的美股，在短短一个月内，居然有平均高达60%以上的惊人涨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追逐这些被热炒的股票？哪些稀土公司值得我们长期投资？哪些公司的股价存在严重的泡沫，必须警惕暴跌的风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查理从几十只和稀土矿石相关的美股中精选了4只非常有代表性的稀土概念股：MP、USAR、CRML 和 LYC。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代表了美国乃至西半球发达国家在稀土行业中最顶尖的公司，他们的基本面情况如何？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建议的买入价格在哪里？在本期视频中，查理会一一解答这些问题。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而两国的贸易脱钩也正在稳步的进行中。中国政府在10月8日突然宣布，对于稀土矿石的出口实施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新的政策扩大了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涵盖了17种稀土元素中的12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立即对稀土采矿、冶炼分离、磁性材料的制造和回收等相关技术和设备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对于涉及军事工业的实体或者企业，他们的出口申请在原则上将被拒绝。管制措施还包括了锂电池设备和技术的转让。这些新政策极大地收紧了中国对于全球稀土供应链的控制，会深刻影响到全球电子、半导体、航空航天、电动车和国防工业的制造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和美国政府的反应如此强烈，因为中国目前在全世界的稀土供应链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稀土材料的加工环节。朋友们可能不了解，稀土必须经过非常复杂的化学处理，才能用于后期的高性能稀土磁铁的制造。而稀土的冶炼、加工和分离，大部分的产能都集中在中国，占了全球份额的80%到90%。那么，美国能制衡中国的手段就只剩下加征关税以及对高端芯片的出口禁运了。当然，要从根源上解决被中国卡脖子的问题，美国及其盟友就必须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稀土供应链。这也是为什么和稀土相关的概念股在短短几周时间内都有超过60%的惊人涨幅。市场已经提前嗅到了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将在接下来几年内加大对于稀土行业的投资规模。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公司 MP 材料，就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重建稀土供应链的战略核心。因为 MP 材料是美国目前唯一能大规模生产稀土材料的公司。查理在8月12日的节目中专门介绍了 MP 公司的背景。它运营着加州 Mountain Pass 的矿山，这也是西半球唯一一个正在运营的具有工业规模的稀土采矿和加工的工厂。而且，Mountain Pass 出品的矿石，它的品位非常高，尤其在应用广泛的轻稀土材料方面，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在今年7月，MP 与苹果公司展开合作，两家公司将在 Mountain Pass 矿山附近建立稀土材料的回收站，将废旧的 iPhone 手机、MacBook、电脑等产品回收再利用，从而降低原生矿石的开采压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苹果还会投资5亿美元，为稀土磁铁的产能扩建、技术开发等提供资金支持。此外，MP 和美国国防部也建立了深度的战略联系。7月10日公布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入股 MP 公司，占了15%的股份，使得美国政府成为 MP 最大的股东之一。国防部还与 MP 签署了磁铁供应的长期采购协议，承诺在未来10年内购买 MP 新建的第二家磁铁制造工厂所生产的全部磁铁，用来满足国防和商业方面的需求。此外，国防部还给公司提供了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
用于扩大 Mountain Pass 矿山的重稀土分离能力。这些合作为 MP 提供了资金、产品需求和价格的稳定性，使得其能够在美国本土建立一个完整的稀土供应链。而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万一以后真的打起仗来，其他国家开始对稀土材料限制出口，美国就有 MP 公司这个底牌，不至于被掐断了工业生产的基础原料。在2025年，MP 的股票绝对是标普500指数里最耀眼的那颗星。从今年1月初到10月中旬，MP 的股价已经翻了5.7倍，在短短9个月内，涨幅高达480%。如果我们看 MP 公司的基本面，会发现它在2025年的 EPS 每股净收益虽然还是负的0.36，但是相比于2024年负0.44的亏损，已经有18%的收窄，而且到了2026年，MP 会实现扭亏为盈，EPS 重新来到零以上，达到0.89美元。在2027年，MP 的 EPS 会上涨到1.24美元，有40%的涨幅。可以这么说，MP 公司正在加速从亏损状态转变成盈利，它的股价飙升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当然，目前 MP 股价已经达到了95美元以上，短期内有不小的下跌回撤的风险。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对于 MP 给出的是持有的信号。如果你已经有 MP 的股票，那拿着不动就好，等待 MP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持续创高。如果你想买入 MP，那还是再等几周的时间。如果中美达成贸易协议，那么 MP 公司的股价肯定会有较大幅度的回撤。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再考虑要不要逢低买入 MP 的股票。现在系统是不建议朋友们顶着历史最高点买入他家的股票的，存在被套牢的风险。如果我们看华尔街的分析师对于 MP 给出的目标价格，可以看到，当前95美元的价位已经跑到了最高目标价的位置附近，而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在78美元附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买入 MP，那么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要面临高达20%的浮亏，投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那 MP 以下第二家有潜力实现稀土生产工业化的美国公司，就属 USAR 了。它的全名是 USA Rare Earth Incorporation，美国稀土公司。和 MP 不同，USAR 的股价在9月底之前基本上处在横盘震荡的状态。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USAR 在短短几周时间内，股价从14美元飙涨到了现在的39美元。很明显的，这是市场的短期炒作行为。和 MP 矿石主要开发轻稀土资源不同，USAR 更强调重稀土材料的开发。此外，USAR 的矿石开采和加工目前还处在早期筹备阶段，并没有达到像 MP 那样全面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它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拥有一个巨大的稀土矿山，公司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启动矿山的运营，目标是建立一个日处理2万吨的露天矿场，代号圆顶山项目。USAR 还在科罗拉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设有研发中心，目前正在试验稀土矿石的加工以及稀土磁铁的制造工艺。朋友们需要注意的是，USAR 还处在中期的技术验证和原型制造阶段，还在建设工业化的生产设备。它还没有像 MP 公司那样已经投入运营的商业化矿场，因此投资 USAR 股票的风险性要比 MP 材料高很多，因为 USAR 还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如果我们看 USAR 的 EPS 增速，会发现公司在2025年和2026年因为加大研发投入的关系，EPS 甚至比2024年更低一些，而且都处在零以下，属于还在烧钱的阶段。那最为乐观的估计是 USAR 至少要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才可能实现盈利。所以从基本面角度来看，USAR 股票的泡沫化是比较严重的。它的股价下跌的风险非常高，朋友们要尤其小心。目前 USAR 股价在38美元以上，比机构分析师给出的1年平均目标价24美元还高出了57%。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追高买入 USAR，
那么，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被深度套牢30%以上的风险很大。查理不建议现在买入 USAR 的股票，盈亏比太低了。好，讲完了 USAR，我们再来看看 Critical Metals 关键金属公司，它的股票代码是 CRML，和 USAR 的情况很类似。CRML 的股价也是在横盘了9个多月的时间，近期才被炒起来，股价在短短2周内暴涨了276%。那么 CRML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实际上，CRML 在2024年2月才刚刚完成企业合并重组，到现在才不到2岁，是一家非常年轻的成长型公司。它的核心业务是位于欧洲奥地利的 Wolfsburg 金属锂项目，这是欧洲第一个完全获得政府许可的锂矿。目前这个项目还处在早期筹备阶段，CRML 计划将在此基础上建设锂电池的加工厂。那在稀土材料方面，公司正在开发位于格陵兰南部的 Tambris 稀土项目，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床之一。Tambris 项目已获得政府批准，是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矿产，旨在为北美和欧洲提供可持续、可靠和长期的稀土供应。CRML 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被认为拥有高比例的重稀土元素，这在稀土行业中较为罕见。高重稀土对于国防工业和下一代新技术至关重要。目前，CRML 公司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的战略支持，包括可能通过国防生产法获得资金或者股权投资。这进一步凸显了 Tambris 项目对于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价值。如果我们看 CRML 的 EPS 增速情况，可以发现它实现盈利的时间和 USAR 差不多，都要等到2028年左右。那么在未来2年内，CRML 的 EPS 还会维持在0以下，公司也需要额外的资金推动稀土项目的进度，因此我们很可能看到 CRML 的股价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有剧烈震荡甚至下跌的行情。因为 CRML 是一个成立不到2年的新公司，目前只有一个分析师给了它1年的目标价在14美元左右。当然，我们很难看到 CRML 的股价再跌回到14美元的低点。但是如果现在就贸然买入 CRML 的股票，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好它的股价回撤30%到40%的心理准备。查理不建议大家投机 CRML，因为波动还是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参与，那至少需要保证它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2%以下，不然就真的是在赌博了。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分析的公司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Lynas Rare Earths Limited 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Lynas 的股票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 LYC。对于美国交易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买入 LYSDY 股票来投资这家公司。Linus 自2025年6月中旬以来，在3个月的时间里，股价大涨了159%。2025年已经有225%的整体涨幅，而且 Linus 是目前唯一除中国企业之外已经实现盈利的稀土公司。Linus 公司比 MP 材料更加成熟，是除中国之外全球唯一一家具有大规模分离和提纯稀土材料能力的生产商。它是一家完备的、已经实现垂直整合的稀土公司，业务涵盖了稀土矿物的勘探、开发和加工，形成了从矿山到成品的可靠供应链。Lynas 公司主要运营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优质稀土矿山，它在马来西亚有先进的材料加工厂，并且正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新的稀土分离设施。Lynas 会继续和美国政府保持合作，打通在美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可以这么说啊，MP 和 Lynas 就是美欧联盟的2大支柱，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升级的今天，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我们看 LYC 股票的基本面的时候，会发现它的 EPS 增速非常漂亮。在2026财年，Lynas 公司的 EPS 将达到0.34澳元，比2025财年的0.01澳元暴涨了34倍。而到了2027财年，Lynas 的 EPS 也会维持高速增长，
达到0.56澳元，比2026年涨65%。由于 LYC 的基本面非常强劲，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给他持有的信号，因为他家的股票现在严重超买。有兴趣投资的朋友可以在等几周的时间，等到 LYC 或者 LYSTY 股价有回踩的时候再逢低买入持有即可。查理认为 LYC 是除了 MP 材料之外，第二只值得长期投资的稀土股票。如果我们看华尔街机构对于 LYC 的目标价格预测，可以看到，他们给出的平均指导价在14澳元附近，比现在的市场价低了34%以上。查理的 AI 系统预测 LYC 的价格未来有可能暂时回撤到17到19澳元的位置，届时朋友们可以考虑 buy the dip 买入 Linus 公司的股票。当然，现在它的价格是绝对高于基本面反映的情况，查理不会在这个时候追高买入 LYC。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在这4家稀土公司之中，查理只推荐朋友们考虑 MP 和 LYC 的股票，这是因为这2家公司基本面有强力的支撑，在接下来几年，企业的营收及其利润都会实现高速增长。当然，现在 MP 和 LYC 的市场价绝对是大幅跑赢企业基本面的发展，我们也不希望在此时逢高买入它们。而是应该在耐心等待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看看如果 MP 和 LYC 的价格有回撤到买入点位之后，在比较低的位置买进它们。查理在这里也以绿色数字标出来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买入点位。那至于 CRML 和 USAR 这2家年轻的公司还未实现商业化，在近2年，2家公司的 EPS 还会维持在0以下，甚至会出现亏损加剧的情况。因此，查理认为在早期买入 CRML 和 USAR 的风险过高，不建议朋友们做长期投资。而且，稀土板块的股票在这波狂热之后，肯定会有大规模下跌的回调时期，到时候它们潜在回撤的幅度会非常的大，少则跌15%到30%，多则跌50%到80%。朋友们要尤其小心，一定要控制好仓位和资金的比例，千万不要重仓单一概念股，不然风险就完全失控了。好，聊完了稀土板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0月15日，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 ETF 的仓位配置。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那和上周一样，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80%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把20%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对于短债和黄金，系统还是维持0的比例，这是因为标普500和纳指100依然给出绿色看涨信号，而比特币 ETF IBIT 也是绿色上涨信号。更为重要的是，IBIT 目前处在阶段性的超卖状态，朋友们可以考虑 buy the dip 逢低买入。在个股方面，CRI 系统给出了3只可以买入的股票，分别是亚马逊、Meta 和 Pinterest，它们的买入价格也以绿色数字标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对于 CRI 投资组合，我们还是按照 AI 系统的配置建议，维持80%的股票，再加上20%的比特币 ETF IBIT。查理在10月14日有小幅卖出部分 SPMO 的仓位，把资金用来加仓买入 Meta 和亚马逊的股票。目前占据前5名的投资分别是 Meta、IBIT、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亚马逊和 Adobe。查理的这个展示账户是在2025年9月9日正式开通的，那截止到10月13日，有1.23%的净增长。当然，因为美股市场在10月份进入了回调的季节，我们预计 CI 投资组合在10月也会保持震荡的格局。我们需要等到11月乃至12月年尾的圣诞行情来临，届时 CI 投资组合应该会有更强劲的表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那查理之前有展示过 IRA 退休账户，从2025年1月到10月份已经有27%的 YTD 年收益，
比同一时期标普500指数14.3%的收益要高了快1倍。我就是严格按照 CRI 投资系统的仓位配置来操作这个 IRA 账户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绩效表现非常亮眼，远超大盘的表现。那如果到2026年有熊市崩盘的风险来袭，查理的 AI 系统也会提前预警，到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卖掉手中的美股和比特币的仓位，转入超短债 USFR 避险。如果你也想在下跌潮来临之前提前锁定收益，跑赢市场，请订阅查理斯姆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的节目更新啦。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不知道您对于美股的这波稀土热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此外，查理斯姆的新节目都配有原版中文字幕，可以点击视频中的 CC 按钮观看。YouTube 自带翻译功能，您还可以选择观看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字幕。因为我的节目是投资财经类主题，经常涉及到专业术语，查理建议朋友们开启字幕功能，这样观影体验会更加流畅。如果查理斯姆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节目，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祝您投资愉快，生活开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